他还说有一个秘密，就是你们几乎都忘记了，而想起来的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你们的身上是有神的特质，你们是神所化生的生灵。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森。是的，今年2025年第一期，头一回。对，也预祝我们的粉丝朋友在2025年财星高照，顺顺利利，新年新气象。你看我们这一身，就不一样，不一样。你还是从前那个你，对，还是那少年嘛，对吧？我呢，今天就换了一下这种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因为今天咱们要讲一个正事儿嘛。因为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大事，这厉害了，对吧？这个故事呢是从主人公自述开始的。那出生呢是在一个悲惨的家庭，是一个台湾作家，他叫做谢明杰，写了一本书。谢老师，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是爸爸在家待业，妈妈呢因为工作弄伤了右手，可能需要休很多个月啊。然后妹妹呢是刚从国外回来，也没有工作，也待业，全家是处于一个极度缺钱的状态。这比我还惨呢。那你怎么惨了？我好歹还是四肢正常啊，家人健全。他这个是正好赶在一起了。那这个呢，不是他们家第一次缺钱。他爸年轻的时候其实很上进，很拼，赶上那个时候经济环境不错，开了个工厂。什么工厂呢？是生产这个羽毛球的球头。哎呦，是那 Unix 那供应商。离那个干得不远啊。这跟博文又串起来了。对，要说我们打广告。那个厂子本来很有希望，但是好景不长，遭遇了歹人，被当时厂里的朋友拿着公司的公章支票，以他爸的名义去到处借钱，抵押呀，借了很多很多钱，还不上的那种。于是呢，他爸就在当晚全家抛弃了所有的家当，只带了必需品，上了这个小货车，开启了为期1年的跑路生涯。躲债嘛。对，因为毕竟也不是他借的债，他爸就去投奔他的朋友。那一年呢，谢明杰11岁，那这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儿。后来他爸呢还想再创业，但是始终没起来，所以缺钱的这个概念一直印在他的这个骨子里。无论是他还是说他们家缺钱，那这件事情后来导致他对赚钱非常拼，开始做这个业务销售。因为销售其实来钱的话，你达到一定积累是可以很快嘛。对。但是呢，一方面他快速的能把钱赚到，另一方面又快速的把钱花出去，养成这种习惯。财来财去财难聚。他有挥霍的这个习惯啊。他自己也在这个得意的时候创过业，但是呢亏本了。所以呢，他一直认为说如此的想赚钱，或者是他现在这种境地是他的原生家庭造成。但有一天晚上，他妹妹给他打电话，他接了电话，挨了一通骂。他妹妹说，都是因为你这个哥哥耽误了自己。这是从哪儿说起啊？刚才咱们说他妹妹回国了，对吧？回国找不着工作，其实他妹妹想说贷点款，看看有什么能做的。之前呢，这个哥哥谢明杰贷款用的是妹妹的这个担保人。银行不批贷。所以呢，妹妹担保款没还上，连带着担保人的信誉一样受损。所以他妹妹在借款的时候，银行就不同意了。所以相当于他妹妹那条路也被堵住了。所以他妹妹才会劈头盖脸一通骂，并且觉得是他耽误了自己的人生啊。会这么想。对吧？谢明杰那天就回想自己的36岁了，一事无成，自己是这样，家里呢也没有通过他的努力变好，反而还成了这个拖累，自己没有稳定收入。这个时候的人就很容易去想一些偏门。他想的是什么呢？买彩票。对，这个其实 ROI 挺高的。赌一把。对，但是他当时其实全身上下没多少钱，300块。你可以回香港了。你说的那个是陈冠希，对吧？所以当时把所有的钱身上的全部买了彩票，他就赌开奖那一刻，结果幸运还是没有眷顾他，没中。在那一时刻，他整体的负面情绪爆棚了，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他这个有点不太对呀，就300块就 all in 了。人在那个时刻就是想，我就赌一把嘛，就有一种赌徒的心态。再赶上妹妹说，又联系到自己，整个人崩了。他说他当时想去烧炭，就是这样的行为。他呆坐在电脑前，带着质问和求救的口气，在电脑上输入了他的祷告。事实上那也不能称之为祷告他写了一段话，自己敲出来的。我是否很糟糕？是不是真的像我妹妹的评价那样低？他妹妹可想而知说了很重的话就在他还想继续抱怨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时间静止了。有事儿这是。有事儿。他感觉到这个空气凝结了，随后脑中就出现了仿佛回答一般的这种意念感觉有人催促着他把这个意念打出来。然后他就打出这个字，这个字写的是停止批判自己吧。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请你把自责放下，原谅自己，然后再度前进。这是一哲人给了他这么一段鼓励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仿佛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了，所以他就问出了一个问题，继续在这个电脑上敲。他敲了一个你是谁，又收到了这种回答的意念，同样在敲在电脑上，回答是我本是的。这句话其实翻译下来就是类似于圣经里面说的这种自由、
拥有，我一直存在，类似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下，他大胆的去猜测了，他说你是神吗？会有这种想法，对吧？对方回答出来是的，我就是神。嚯，还真不客气。就提出来了。然后他就说神居然跟我说话了，你为什么会理我呢？又是与神对话。所以今天要聊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与神对话，只不过这个是华人版。这个时候神就回答他，其实呢，我处处都在，无时不在，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过。那今天呢，因为你的无力感放慢了你的振动频率，所以你才能感受到我的意念。那等于是现在咱们的这个频率过快了有这个可能啊，就跟他没同频，可以这么理解。今天要不是你完全的放掉自己，弃械投降，我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而我的出现正是因为你邀请我来。他不记得他邀请我，他不记得，所以他就问出来这个问题，他说我邀请你什么时候的事儿？对啊，神说在一个你不记得的时间，我们共同做了这个约定，而我依约前来。总之就是咱俩都不记得，是吧？对，这样也方便聊，对吧？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你说啥是啥吧。对，神说呢，其实人人都能跟我沟通啊，关键是呢，在于他们是否能够缩小自己来听见我的声音。许多人都愿意开口祷告，但是他不愿意抛下自己，比起去求我相信我，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心智，或者说那个假象。面对最内在的灵魂，反而听不到我。在这个时候，谢明杰也觉得我可以跟神聊一些东西。对，实话实说了，他说我现在很痛苦。神说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想变有钱，并且你认为有钱就能获得家人的尊重和肯定。那谢明杰说是的。他说好，那我们就来谈谈金钱这个东西，只存在于你们人类社会。多新鲜！咱先别拔那么高，我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他是神，赶紧给我变点呗。他得跟他聊，你不能要不这一下是要饭了，对，是吧？拉低档次了。他得先聊。他说我知道你需要钱，但是你嘴上说需要它，但我却感觉不到你信任它。这有点深了有点意思了吧？他说信任一个人或者信任一个物，你会想办法接近它，而不是踢开。但你呢，一有钱就想花掉它。在我看来，你并不想和它待在一起。烫手啊！你说你喜欢钱，但是你又一直去用你的钱，一拿到就去换物质。那所以你正在向宇宙宣告，你要的不是钱，而是后面可以换得的物品。有道理，本质嘛，这是。他说你自己意识不到啊，这是根植在你潜意识的想法，因为小时候你的记忆里都跟钱有关的这种记忆全是痛苦的。你恨自己没有钱，你这个思维叫发起思维，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初始思维啊。但你不知道，你想要钱的这个念头又把你和金钱的距离反而拉远了。因为我们在吸引力法则那一期讲过，想要一个东西实际上是在创造这个匮乏的概念，对吧？所以这块是可以对得上。他说事实上呢，你的意念可以创造一切，至于为什么说可以创造一切，我一会儿会解释的。也就是说，当你在想要的时候，你向宇宙表示你的缺乏，那宇宙就会回给你缺乏。其实这段话的含金量是挺高的啊，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宇宙法则，就是我们很多人老说发财，希望能得到一大堆的钱，对，1亿不够，万亿，点谁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喜欢那个钱，我就搭一个房子，钱造的，这个床就是钱搭出来的，我是不是喜欢的是这个钱？我睡觉都躺钱上，你要的是这个东西，还是说你把钱当做的是一个手段？我用这个手段买房，去买车，买我想要的东西，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如果想要钱的话，那就是我的最终的结果。但如果想要钱换东西，那钱就是一个过程指标。如果你的愿望是想要钱获得这些物质，或者是想要获得尊重，那我们更应该去下的是尊重的订单，下的是物质的订单。对，是类似这样的。所以神就跟谢明杰说，你现在的这个处境其实恰恰是你自己造成的，要么呢是他过去自己选择的，要么就是还有一部分没有研究明白的东西在。比如说像金钱的功课，从你现在的成绩来看，你就有很多没做完的。比如呢？谢明杰当时就说，我有什么功课没做完？我还不够努力吗？我做了多少功课？我有多拼？你知道吗？那人肯定知道，他知道嘛，对吧？他当时这上头了嘛，他就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台北吗？对吧？对，说我没有要负债，我没有想被人看清，我没有要这样一个贫穷的生活。只说，得了，你看你说的话，在你宣称我没有的时候，你已经在向宇宙宣告你没有了，说出来就不行了。这就是下单的奥秘啊。对，所以你现在看出那个症结了吗？你现在知道你是怎么创造你没钱的经验了吗？首先呢，是在思想上恨钱，
在行为上又花光你的钱，远离它。不要奇怪为什么现在没有钱，就每次你花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喜悦，有没有感觉到感恩，还是说你只是做了一个类似解决烦心事的一种举动？神说你要记住，你永远会得到你所相信的。但是我说了我想要钱，那结果来的不是钱，那该怎么办？那就得看一下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你表面上要的是这东西，你背地里下了很多其他订单。神说当来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首先思考一下信念是不是动摇了。他说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看到的那个结果其实并非是最终的发生，你的信念永远可以控制结果的出现。世间有很多人啊，表面说我相信结果 A， 那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跟 A 不一样的结果 B， 人想想接受也行吧，也能忍，接受了，那这个时候 A 自然就不会来了。哦，就是但凡有一点含糊我都拒签。可以这么理解，信念呢会发生改变，所以需要时常的去检测自己。他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例子。他说在那个时代以前，大家只有这个热气球上去，那没有人见过飞机怎么样。如果他不能保持那一个信念的话，他是根本不可能发明飞机的。你难道认为在他们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任何不属于他们的这个结果出现吗？那如果他相信了其中的某一个过程的结果，那发明飞机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他无脑的相信我肯定会成功，肯定能飞嘛。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对，这神知道的还挺多啊，连莱特兄弟都知道。那是神了嘛。对，所以他说你们在想什么，其实包括祷告啊，还有一些愿望，他都会清楚。只是说看你在下的时候是不是那样的纯正，并且你能一直坚定不移的相信他。他说下单呢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匮乏的这个状态啊。有一种心理状态其实会产生匮乏，但是大家不容易发现，那种心态叫做补偿心态。这怎么理解啊？就是说我觉得我愧疚了，亏欠了，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有补偿心态的人啊，通常只会得到更多更大的需要补偿的事情。就无论是他有意识的选择了亏欠自己还是亏欠他人，这种想法就会经历到宇宙回应这种匮乏给到他。我欠你这么多，然后宇宙再给我一 double，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想了我欠你这么多，这是一种想法。那还有一种是你欠我这么多，这两种想法都会回应给匮乏，那就会一直欠着。直到你不再下这个订单。这个不是那种它很容易辨别出来的。所以呢，神特别提醒了一下，这心态呢就是我谁也不欠啊，所以我就不会再下这个订单了。你不欠别人，别人也不欠你，不需要。欠不欠人家是你的事情，人家欠不欠你是他的事情。对，课题分离，联系在一起了。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讲这些东西，它每一个有连贯的，这个也可能是来自上面的一种指引。那我就昂首挺胸，非常自信的走在忠孝东路，我来回来去走9遍。就跟坐上火车狂奔一样，有动力啊！有动力。就是在那种思维下啊，要记住，没有什么该来或者不该来的，只有自己选择自己是什么和宣告自己是什么。有很多宗教人士啊，用这种肉体式的自虐称为赎罪，其实也是这个概念啊。我亏欠了谁？我亏欠了众生，亏欠了上帝，其实也是这样的。相当于在这样做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他得把自己推向了匮乏，那不是无限的放大了吗？对，既然是这神啊，除了这个钱，还有没有跟他说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还想知道点关于那个什么呢？但是你代入一下啊，其实当下这哥们儿，其实他最关注的就是钱。对，前最重要的一部分说了啊，神其实也说了一些小秘密。啥秘密？这个不告诉你。他说的什么秘密呢？说要相信我们的潜意识，这个我们往期也说过。对，他说其实让你们灵魂都知道什么是对你们最高最有益的决定，就是那种经常性的发出直觉性的这种提醒，多半对你们是有效的。但是呢，被你们的潜意识阻拦了。也就是说，经常被你这个认为有认知、有经验的那个自己拦截了。某种程度上是被知识蒙蔽了心智。知识不是武装我的武器吗？它既是武器，也可能是你的枷锁啊，有道理。包得太严实了，有可能是。所以，如果潜意识经常被忽略的话呢，它就会寻找另外的管道送出讯息。这个讯息多半是梦境。这期感觉是咱们的内容大拼盘是吧？不，这是神说的对吧？咱们只是在传递神的旨意。对。所以呢，神说的是要相信你的直觉，而非你的感官。直觉呢，不是心智，我们的心智是依照我们过去学习、经验、记忆这些知识，用逻辑去分析，产生所谓的这种正确性。而直觉不是，它不需要理由。也就是在某个时刻，你突然有一种想法，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可能是你灵魂的选择。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会有自己的这种判断，判断一个事情来了一个事儿，对我是有利无利。我们老是习惯性的趋利避害，是站在我作为一个人的个体，依照我的大脑，我读过的知识去判断出来的。那它是否真的去适用于你背后看不见的人生，还有你的灵魂，这个不知道的。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小我是那些不好的情绪，那某种程度上过于依赖的这种知识和经验，是不是也是小我的一部分？那不是犯了经验主义了？他有可能是过于相信自己，这种自负。那还真有可能。那小我呢，帮助我们脱离险境，那也可能会束缚我们去往更深的世界。那关于小我的这种话题啊，其实我们在周六的会员频道会有一个深入的讲解，到时候看会员吧。对，那除了小我，他有没有说什么是高我呀？在这后面有提到啊，咱们一会儿就会说到了。那继续的话，神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你的直觉去行动，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更新的世界。你会发现现在你所说的奇迹是一种自然状态，而非偶发。刚才其实是神说了一个秘密嘛，那神除了这个秘密以后，他还说了其他的秘密，还强调了生命的真相，也就是我们人类的起源。他怎么老愿意告诉我是从哪儿来的呀？你想知道你是怎么没的？对啊，怎么没和怎么来都说了。这个时候谢明杰问他，圣经说你创造了一切，可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都指向了进化论，你们两个到底谁对的？这时候神回答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两个都是对的？平行啊？不是平行。他说你们有一个经典问题是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宇宙的奥秘。我呢，把一切生命的密码化作你们的 DNA 藏在了细胞里，然后我把细胞安置在现在你们的星球上。那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有自己的意识，都知道自己的功能和属性，于是开始随着环境的变迁自由演化，所以变成了你们现在的生态。这一切的起源是来自我，但也是生命进化的结果。所以说二者都是。所以这也解释了之前网上一直说的谁的 DNA 动了这句话，是吧？你居然可以联想到这里啊！果然可以啊，那个是看到特定的人，对吧？对，或者触发了某一个场景，所以这个细胞有意识啊，它是会动，对吧？圆上。那所以这个神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是造物主的角色？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他创造了人，他其实不只是人了啊，他创造了万物。我去，对吧？他不是把人的这个细胞弄出来啊，就包括动物、植物、狗尾巴草的，他全都植入了，全都出来了。谢明杰这个时候就问他为什么要造人呢？这一段其实和与神对话里的内容是比较相似的啊，但是我们以前的节目没有说过。神说，其实我是造物主，我知晓一切，但我知晓一个东西和我经历一个东西，或者你们叫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我没有做什么，那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被经历的概念罢了。所以我也有体验自己的欲望，就像你们会好奇探索自己的身体一样。后来他终于发现，只要我分裂出自己的一部分，我就能如实的看见自己。于是我就高高兴兴的这么做了。那你们的科学家称这为宇宙大爆炸。而在大爆炸之后，出现了这里和那里的空间，以及非这里也非那里的空间，广大的实相宇宙就被创造出来了。然后时间开始，星辰物质乃至生命开始循环演化，这么来的。这一段描述其实和与神对话是一样的。在那个里面，那造物主分裂出来不同的灵魂，这些灵魂各自去经历不同的人生，最终在死亡的时候会回到上帝这里面，重新完成一个融合。那上帝能够体验到这些所有不同灵魂的人生，这样一刻它是圆满的，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愿望。这个很像我们之前的一个概念，义有太极，是分两仪，还挺押韵，是不是？就是一分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概念在。并且呢，他还说有一个秘密，就是你们几乎都忘记了，而想起来的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很多人吃惊啊，因为你们是我创造的，所以你们的身上是有神的特质，你们是神所化生的生灵。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说过，是吧？我体内一直有个神，对，它可能是一个小碎片，而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能靠你们的信念得到结果的原因，跟它产生连接了，激活了它。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他的碎片也在你身上，你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俗称 higher self。你可以这么理解。没想到你在这一步就已经悟到了。那这个时候谢明杰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在跟神的对话里面，他会有这样的假设质疑啊，神就去回答他。他有的质疑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说 OK 啊，那如果每个人灵魂都是神的话，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似乎天性恶劣，甚至做出罪大恶极的事情，是你默许的吗？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神说我没有默许，我是允许。这个有点意思啊，这句话怎么说？
不是默许，是允许的，就明着来了，就是。明白。他说我允许的是你们拥有自由意志，选择各自的生命历程去演化，而非我规定的状态。我是神，所以我有绝对的爱和包容，没有什么是我无法接受的。所谓的恶也是你们相对的说法。对，你站在人类角度，你们经常会区分这种害虫和益虫，因为哪些对你们人类有利，你们就给了自己理由去杀害另一批。的确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对吧？所以你们也根据自己的定义，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或者站在更多你们所谓人的角度上，定义了善和恶。但是他们在我看来本质上是没有区别，只是视角不同罢了。那这个蝗虫的确吃庄稼呀，它吃了我就没得吃了。对，所以站在你的立场上，他是害的，但是你杀了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你是坏的，对吧？对，这是一个角度不同的原因。那这时候谢明杰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还有说的业障，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大家都想知道天堂、地狱和因果这个事儿啊。而且上次好像观音也说过这个事儿啊。对，观音其实是以他作为一个菩萨的视角去讲解的这个问题。那这次我们不一样了，这次遇到的这是我们一直所称之为神的存在啊。菩萨不也是神吗？他俩理论上应该是一单位的，应该也认识，而且说不定很熟呢。中午的借饭卡啥的。咱说回来啊，神说因果呢，实际上是宇宙的定律，但是不存在你们所说的业障。这一点和佛家所说的就不一样了。对，他说所谓的业呢，在我看来是一种生命过程中发生的印记。当灵魂脱离肉体回到一个绝对空间的时候，将会瞬间明白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自己参与选择的。他对别人的这种恩怨是瞬间化解的，唯一有的只有被无尽的爱包围，全是善良的，没有恶的。当没有恶的时候，其实善良也不存在了。对，也是相对的。对啊。然后他继续说到，如果灵魂认为自己有错，他可以选择用一段受苦的人生作为救赎或者补偿，这个不能称之为业障，因为那也是自己选的。障说的不就是一种阻碍吗？对。那所以如果你今生经历并不如你愿，你应该知道那是当初以前的自己的安排和决定。而当灵魂再度进入到肉体前，今生的经历和可能的轮廓都已经选定了。就等于我今生过得不好，就是我今生来屏障来了。自己选了。在他这个说法里是啊，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说呢？因为全忘了。神说我说过，我愿意让每一个灵魂进步，最终与我合一，大团圆结局。因此呢，灵魂会为了自己的进化，高高兴兴地选择适当的方式，消除一切不利于进化的可能。他觉得这个地方我自己做的有问题，我觉得这块过不去，我会选择一个让自己过去的，走一圈回来，我可以进化了，是这么一种概念。那他选择的这个方式，他以为是适当的，有利于进化的，但是呢，在肉体看来可能不那么舒服，承受肉体的痛苦。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说轮回转世是因果的惩罚，看法比较悲观了。其实它背后都是一个个想进步的灵魂，推着我往前走啊！灵魂也想进步，那不就是灵魂想进步，我自己现在这个处境导致了我很拧吗？对，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区别于惩罚，他说我不会罚你们，所以地狱也不存在。为什么不罚呢？因为惩罚无法带来爱和进步，我不需要通过惩罚谁来证明我是神，所以没有什么上刀山下油锅或者永火的试炼，除非那个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地狱意识，并且强烈的相信它。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以后，会有一种集体的意识，而集体的意识真的会创造出来地狱。而灵魂脱离肉体以后，真的相信的话，他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么一个环境里。这把这个基督的桌子也掀了。先佛的，再先基督的。所以说所谓的地狱是人类意识创造的，但是进到地狱的人不用害怕，因为不会待太久，很快他就会发现那是自己创造的幻象。所以等到意识到那个层面以后，这个地狱就消失掉，他会直奔我来，或者继续选择下一个旅程。只有少数的灵魂因为思念亲人、眷恋人世或者过度愧疚留在世上，但为数不多。这些滞留灵魂呢，无处可归，常伴于生者，以至于影响到了说部分人的这个磁场能量，导致生者产生了一些情绪或生理上的问题。即便如此，这也不是生者的业障。那这些人不就成了孤魂野鬼了吗？对啊，那是跟他没账啊。我伴你生者永生，我自己成了孤魂。因为有一种说法，之前说就是会有附身啊什么的，是因为业障找报仇来了，其实不是的啊，它会有一些无形的影响。它这种说法，他说即便如此呢，这不算是生者的业障。就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需要在内心宽恕死者生前种种不当的行为，或者用全然的爱放下对逝者的思念，有助于他们开启下一个旅程。这个时候谢明杰又问了一个问题，说你刚才都说了灵魂脱离肉体这恩怨一笔勾销，那为什么勾销以后还能有愧疚的感觉？对啊，甚至愧疚以后导致他们再继续呢？他这个说法其实也很新颖。他说
恩怨尽消指的是虚幻世间的一切，原谅别人多半是容易的，但是有些灵魂还需要更多的精力才能原谅自己。他说罪恶感和愧疚感是小我的把戏，而小我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减小它的影响力。灵魂消除愧疚感就像你们消除罪恶感一样，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刚才说了，没有因果也没有轮回，那么我此生的这个命局是注定的。他也提到了，他是这么说的，说在你不认识自己，没有真正忆起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会按照你灵魂的选择去走。你也可以认为灵魂是掌控你，变成你们所谓的命运。那对于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是谁，已经觉知的人来说，命运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可以随时透过宣告改变决定，也就同时改变了未来。哎呀，这有点自己掌握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能力是吧？是的，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估摸，改变小青。力宏都唱出来了。对，所以都说过了。谢明杰这个时候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他说既然都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要选择去伤害别人，或者被害，又或是投生在一个残缺的身体里。神说啊，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灵魂的意图，我只能说那确实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你们可能看到说他受尽了痛苦折磨，但你看不到的是在灵魂的层面上，他也许是欣慰的，因为正是透过那些过程，他灵魂完成了自己的淬炼和进化。当然这不是让我们站在了所有受痛苦人的对立面啊。他说假如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乞丐向你乞讨，心生怜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给点钱，这个是比较恰当的行为啊，但你不要去想这会给你带来福报。当然你也可以冷漠的走开，心中不用愧疚，那样也不会为你带来业障，毕竟乞丐所选择的路跟你没有关。如果你的帮助始终无法助他脱离那样的贫困饥饿，那你就应该知道那真的是他的灵魂去选择的。如果你再提供协助就过了，此时放手才是一个明智之举。那等于我给乞丐钱或者物，用佛家来说不就是布施吗？用他的话来说，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是你不要去预期会带来帮助，或者预期会带来业障。如果说你有预期，不就不算布施了？布施不就是那种无常的吗？我们希望是能做到这样的，对，平静的、自然的去做出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带有目的性的。对，这本书里其实提到神这个概念和我们以往认识到的基督教的或者是佛教的神都不太一样。谢明杰有这个困惑，他说一直包括自己在内，他被教育只有一个神。那他发现其实在世间大家拜的神都是多种多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神说其实只有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但是正因为他包容万有，蕴含一切，所以它处处都在，所以大家每个地方都有可能见到、感受到，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做出了一个神。他说了一个违背宗教理念的观点啊，我们目前所供奉的神其实都是人们内在神性的投射，不论是远古时期你们崇拜的自然万物，或者是因为某人在世上做了极为特殊的事情，死后被人供奉，这些其实都是人内在的神性投射，供的其实还是自己。他说大家呢习惯性相信其他人的神性，但是忽略自己的神性。事实上一旦呢认识到了自己的神性以后，你唯一需要拜的神就是你自己。至于有人说那些被创造出来的神神威显赫，在我看来很正常，因为只要有2个人以上专注心力，就足以让那个神成为真的神，也就让奇迹去发生。这个观点很新颖。然后这个时候谢明杰就问他，所以你说的那些灵媒啊、神灵附体啊都是骗人的，因为你说的内在神性吧？对，神说我不会说那是骗人的，宇宙有多重的空间，除了物质宇宙以外，还有你们肉眼看不到的宇宙，一些灵魂居住在其中，那个空间接近我绝对的领域，也因此可以表现出超越物质世界的能力。有一些你们被灵媒或者神灵附身，甚至还可以预言未来，也并不奇怪，因为在绝对的领域里面，时间是不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于当下。这个我们后面会单独开一期去说啊。某些灵魂呢可能会轻易的截取你部分未来的影像，透过通灵师陈述出来，而当这些预言成真，你们得说这个神灵很准，其实没有那么神，你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有多重宇宙的灵体而已。那这个时候谢明杰说，那我应该做的是认识我自己了。对啊，神说是的，你现在正在和你的神或者你的内在之神灵魂说话，你可以给他赋予任何名字，上帝、超意识、本我、佛祖、菩萨、高我都可以。这有点神了，我自己拜我自己，完了之后我自己成神了。所以有一句话叫拜神就是拜自己，这句话千真万确，尽管我是不需要拜的，我一无所需。这个时候谢明杰有点失望，说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和神对话，说了这么半天，弄了半天我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说和自己的灵魂对话。神说你和自己的灵魂对话有什么不对吗？你们太依赖自己的心智了，如果你们经常和自己灵魂对话，那明天会更好。
因为透过灵魂，我会把我的建议或者直觉直接就告诉你。那只要你够敏感，你都可以发现了。其实你们很奇怪啊，总是以为我在天上，那我告诉你说，我其实就在你的里面，我是你的灵魂，你的细胞，我也是你口袋上的钞票，是你爱的小狗，是散落的阳光，是绿叶上的露珠，是让你落泪的电影，更是透过你手，是你震撼的文字，这些都是我，也是你。老是用这辩证的关系去看这个问题，就带了一些哲学的思辨。他是一个感觉是挺理性的人，他会问一些质疑的问题。他说好啊，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份对话不是我跟我自己的小我在说？小我也会幻化出神圣的假象，那你也会说，他也说，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谁厉害？对啊，这个时候神说出了能够辨别小我的法门呢。啥呀？他说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读我们的对话，体验这些对话给你带来的感受是爱多还是恐惧多。小我向来善于操弄恐惧，而直觉属于灵魂，能透视一切小我的伎俩。记住，平安是灵魂的纪律，能保护你不偏，让他记住这个。这邪门姐也问了一个大多数人问的问题，因为直接跟神对话是很震撼的，并且有这么多的回答会有疑惑。他说那有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真神好让我们信仰，或者说除了我自己以外的？神说行啊，那我去找找啊。上哪儿找去？秦明杰也问他这个问题，你去哪儿找？神说对呀，你觉得我去哪儿找，我就去哪儿找。你如果一定要一个你以外的神的话，就必须得找一个了。对啊，这说了半天白说了嘛，不是？对，所以你要非要找的话呢，你必须得小心，因为你的心智小我也会说话，比你说的更多。你这么去向外找的话，多半会找到一个不一定平安喜乐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想分清楚它，就问自己一句话：平安吗？你说的这句话，做的这件事情，如果让你有不平安的感觉，多半是你的心智，是你的小我的意图，那就并非适合这样去做了。因为平安才是你灵魂真正需要的，记住它，那个是你灵魂的纪律。又来一遍。所以这本书里面我们说了挺多的，它呢和与神对话里面很多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那本书里也提到了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到神性的存在。或许我们一直苦苦向外找的神，正是我们自己。最后我们可以用一段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还比较温暖的一句话作为结尾。神说，你的确遗忘很久了，多年来我曾透过书本或电影等许多方法给了你关于我的信息，请你永远不要忘记你和我有个连接，一个友谊。我随时都在等候你的召唤，等候着要给予你的温暖和支持，因为我是神一切的起源和一切的爱。看在我的对你